美防长遭拒，气急败坏。美日菲首次搞联合演习，菲律宾、日本要闹啊，也不是坏事儿。咱中国已经在暗度陈仓。大家好，我是吕哲。最近在新加坡召开的香格里拉对话会拉开帷幕，中美之间的交锋也成了本次大会的最大看点。而在相会前夕啊，美国就主动进行频繁的挑衅。你看。美国防部倒打一耙，指责中国军机在南海的不专业拦截。这个奥斯汀呢，还前往日本。那美日两国更是拿台海局势说事儿。同时呢，奥斯汀还再次呼吁，为了避免局势失控，中美的对话很有必要。可即使美国军方想借此要求中方重启防务机制，但是中国的态度已经是明显摆在那儿了。不仅如此，在相会期间，美国还到处拉帮结派，和盟友搞军事挑衅。在6月1号，日本的大型巡逻舰已经驶入菲律宾的马尼拉港，并且准备展开美日菲的首次联合军演，包括对载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船只进行拦截等这样的一个模拟训练。那目前加上菲律宾对美国新开放的这个4个军事基地啊，美国在菲律宾已经拥有了9个军事基地，新增的基地有一个离台岛非常之近啊，一个和南沙群岛就隔海相望。之前我们的节目也聊过。那虽然菲律宾是一再强调不允许美国利用这个基地发起对中国的攻击等等啊，但是你想真的要发生什么紧急事态的话，美国要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菲律宾拿什么来阻止呢？菲律宾批准美军基地的这个做法，其实就等于绑上了美国的战车，再想下来不容易。而另一边，美日针对台海局势的持续挑衅与防务合作啊，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台湾是生命线等等啊，还有对台的军售承诺保卫台湾等等，这些都是美国和日本的共识，为的就是进一步军事扩张。日本甚至还频繁和美国提到了核共享这个话题。近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奥斯汀的会晤就提到了这事儿啊，说希望进一步深化与美国以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战力参与日本防卫的延伸威慑。美国放出了2个代理人，你看就想在台海和南海方面搞事儿啊，这确实对中国周边稳定和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但是从另一个层面来解读，菲律宾和日本要闹也不是坏事儿，要把他们这次的闹当成一个机遇。我们先说关于菲律宾的挑衅，其实我们在南海能做的事儿又更多了。你看，最近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了消息，显示中国已经在南沙群岛的华爱礁、牛轭礁和南薰礁附近的海域设置了3座灯塔浮标来宣示主权。随后，菲律宾媒体就报道说，大批中国船只前往现场集结。此外呢，前段时间菲律宾不是要派一艘补给船去仁爱礁给那个坐滩的破船送东西嘛，遭到中方的强硬拦截。那事实上，我们已经达成了对仁爱礁的实际控制。这艘坐滩的破船被拖走是迟早的事儿。而近期菲律宾频繁报道说，中方船只比如说聚集在牛轭礁、先宾礁那以前其实在杜特尔特就任的时候确实我们不好有太多的动作。那现在我们就需要把这些风险来转化成全新的机遇了。那至于说到日本它是否真的会军事介入台海局势，目前来看还不一定，但结果是显而易见。因为本来咱们和日本就有历史的旧账还没解决呢，而且最近中方也开始拿这个琉球说事儿了前几期节目咱也详细的谈了，无论是从历史经纬还是国际的法理来解释，日本对于琉球都没有主权，它只有一个控制权。那这个7寸咱得多拿捏拿捏。其实总有一些国家想要当炮灰进行一些无理由的挑衅。我们总说以和为贵，希望稳定和平，但是这也不代表我们手上没有那些雷霆手段。好，今天吕志观察就是这样，下期再见。